大家好，我是小猪。韩红爬山减肥，夜色已深，想去山间农家借宿一晚。他上前敲门，里面问：谁呀？他回答：有印度血统，由汉人带大的北京满族的藏族人。里面人说：俺家可住不下那么多人，您请回吧。韩红的身世就像成龙的籍贯一样，自带滑动变阻器，走到哪个山头唱哪支山歌。在四川他是成都人，在山东他是德州人，给刚子拉票就变成了北京胡同孩子。但是在微博和其他场合，他说自己是西藏昌都人。虽然他这辈子在西藏只生活了2年，中间还穿插自己的满族身份，修复了藏族没有8旗的 bug。 他的母亲叫雍熙，藏族人，但是他由北京的奶奶带大。他的父亲比较薛定谔，在有和无之间随时切换。我觉得就是特别无言以对，因为我没有父亲。他从小时候挺受别人歧视。我父亲是搞曲艺的，我爸爸是说相声的，所以我是一曲艺家的孩子。好吧好吧，我知道你和成龙是一对好兄弟了，行了吧？哎，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他出道就说自己是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演唱者的女儿，藏族名字叫央金卓玛。这里他玩了一个小 trick， 因为藏族最著名的女歌手是才旦卓玛，她的成名曲就是北京的金山上，而实际上韩红和才旦卓玛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母亲雍熙虽然的确在1964年唱过这首歌，但是直到1972年才被才旦卓玛唱红。所以韩红在一开始曾经很讨巧地用春秋笔法模糊了自己和才旦卓玛的关系。当然后来他不必这么做了，因为彼时他已经比才旦卓玛还出名。毕竟新一代的人可能认识韩红，但绝对不认识才旦卓玛。韩红还有印度血统，艺术人生栏目在2001年的编导手记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篇文章里就提及过，他亲口给编导说他姥姥是印度人。怪不得有时候觉得韩红长得既不汉人也不藏人。这下明白了，原来令人疑惑的根源就是那股掺杂在中间的印里印气的劲儿。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韩红说自己拿到过哈佛的录取通知书。你知道我曾经考了一所大学，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我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录取通知书。哪儿啊？哈佛。这里他犯了2个常识性的错误，一是哈佛不需要考，二是哈佛大学申请需要完整的中学学历，托福、GRE 或者 SAT 成绩。韩红初中2年级就辍学，她应该不符合申请资格。学院派出身，在美国生活了3年，第一任老公是美国人的鲁豫，定住的2秒说明了一切。鲁豫脑海第1秒闪现的应该是哈尔滨佛学院。你也是没用，说了一辈子，真的吗？我不信。这时候怎么就哑火了？但是我还是放弃了。那你就没去啊？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需要读的书太多，需要见的世面也太多。需要读的书很多，不是更应该去哈佛上学吗？需要见的世面还很多，不是更应该出国吗？不是，现在是问你。他们帮你保留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我觉得原来想的是出国学习回来以后，我一定会回到自己的祖国的，因为我会把我自己所有的才华和毕生的精力都献给我自己热爱的这片国土。你怎么绕开问题还升华上了？今儿我才知道他比吴京醒悟的早。你们这个赛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李连杰，但是很可惜他没跑出。后来的甄子丹和吴京都赚得盆满钵满。今儿我才知道还漏了个韩红。其他人甚至还要伤筋动骨，
他连肥都不用减，就已经名利双收。虽然他这逻辑混乱的发言，我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因为如果说20岁青年时代的我们是很青涩的，那么40岁以后50岁可能会，我认为会沉稳的，可能缺乏一些力量。刚好30-40岁，我觉得是中流砥柱，是最有光彩、最容易去释放自己光彩绽放的时候。我想我还是留在中国，因为这片土地需要我。一直觉得韩红人老实，话不多。让我想想，行吧，人老，实话不多。戴着老花镜，这么老态的唯唯诺诺的刚子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印象中他一直挺能怼人的，也挺爱耍横的，但是今天的灯光下，刚子陪着笑，一副让大家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的孬劲儿，都把我整不会了。上次他不是刚骂过人吗？中国电影现在这么的让观众觉得吐槽和垃圾遍地，一定是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刚子自己美国的别墅，徐帆的名牌，女儿的整容费，都靠的是台下的观众。但你骂人的时候也没想着这些人呀。不是我说，他当年能这么骂观众都是惯的，连爸爸去哪儿都能上大荧幕也是观众惯的。刚子得势那些年，多少人排着队给他送钱，还要看他的脸色，全都是观众惯的。我特别孤独求败，拍什么都有票房，拍娱乐的有票房，拍不是娱乐的严肃的电影照样有票房，没准比那娱乐的还高。没办法，你谁超得过我？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没有。韩红戴的 Gurus 的银饰项链要小10万，韩红和卤蛋一样，都能分清好赖货。韩红一边痛骂不用日本人的东西，一边偷摸给自己置办日本潮牌。卤蛋一边给媳妇画钻戒，一边偷摸给自己买首饰。冯小刚拉韩红站台，除了韩红参与了片子的音乐制作，更重要的是他清楚韩红有体量巨大的群众基础。如果说此前他的基金会能撬动民众的口袋捐钱，那现在他的肉身就能撬动观众的口袋买电影票。但是他没料到这波搞砸了，搞砸了也不要紧，刚子顶多损失几亿的投资他赔得起。但是大家顺藤摸瓜，发现搞慈善的韩红原来底儿挺潮的，这事儿就大了。都知道他的基金会叫韩红爱心基金会，能用自己名字冠名基金会的都是要从自己口袋掏钱的，比如李嘉诚、邵逸夫、李兆基这些富豪。原力的基金会叫上海原力基金会，因为帮扶款项都是由原力个人出资，日常运营和救助款项大多是来源于他个人的财产变现以及自掏腰包，所以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只要走筹款做公募，就不能用个人的名字，比如李亚鹏的嫣然天使，李连杰的壹基金。韩红用自己的名字做公募基金会，显然是不合规的。韩红爱心基金会在2025年收入了7.6亿，其中明星的捐款占比是7%，以此做引子，撬动了民众的小额捐款，占比是87%。韩红基金会的实时捐款名单里，5毛1块的捐款比比皆是，最大的一笔是50元，想必捐款人也都是普通民众，或许经济并不宽裕。而对定期捐款，基金会设立了最低门槛19元。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025年年报的第10页写着，已有月捐人共计1014327人。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新名词，月捐人。成为月捐人的门槛就是我刚才说的19元，需要月月捐，风雨无阻。咱就是说，同样是每个月都有，月经还能提前和推后，
怀孕还能歇1年多，但这100多万的月捐人无名无姓，省吃俭用，却从省吃俭用的户头里每月被扣走了至少19元。这笔钱像安静流淌的水，无声无息地汇入韩红爱心基金会，构成了年终报表上7.6亿元的87%这个庞大的资金池。在这个资金池里，没有韩红本人的捐款，连和他有利益捆绑的冯小刚也只是在2023年捐过50万。韩红基金会从未收到过互联网公司那种单笔几千万上亿元的捐款，看来互联网大佬还是智商在线，非常理性的。反而是87%的捐款的大头来自民间散户，容易跟着舆情走。这也是韩红爱心基金会的运营模式，它的经营思路很清楚，聚沙成塔，聚水成海，各位父老乡亲都走个面儿，韩红的基金会就有了。韩红找到了路径依赖，原来真是水能载舟啊！老子从来就没想刮穷鬼的钱，不刮穷鬼的钱，你收谁的呀？韩红跟娱乐圈搞好关系，明星们给韩红基金会捐款，维护明星的正面形象。明星每晒一次捐款单，就帮韩红和自己宣传一次。加上韩红明面上做的确实干净，自己不在基金会领工资。更何况多少年前的郭美美事件让慈善行业重创，信任崩盘，因为拉垮的慈善机构的同行衬托，韩红被封神。那么这些钱最终流向了哪里？会是陷入经济困顿的普通民众吗？答案是不能，因为基金会明确规定不能帮扶个人，捐的时候接受个人，帮扶的时候又不针对个人。可能是因为帮助个人没有流量，帮群体才有流量。那能给日子忽然变艰难的月捐人自己划拨点钱吗？答案也是不能。有个月捐人在自己遇到困难时询问基金会，得到的就是这个答案。2025年年报第10页列出，韩红基金会的所有救助项目是没有针对单个人的项目，他的慈善只对公，把钱去买救护车送给医院。但问题是，医院会因此而减免民众使用救护车的费用吗？也没有听说过。坐救护车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另外，他名下关联了很多医疗器械公司，不免让人浮想联翩。郑州720洪水，有人亲眼见证韩红带着他的人、摄像机和助理占用了救生艇拍镜头，而就在咫尺之外就有一个被水困住的民众，但是他们仍然专注出片，对这个等待救援的人并不理会。韩红舞剑套，双手合十，敬礼、鞠躬、流眼泪、讲故事。他在太多的场合宣传，比如救灾现场都大力营销自己亲自参与救灾的事迹。可救灾这事儿本身就是你的基金会出钱就行了，你本人到不到的意义不大。但每次他都精准地出现在镜头里，时间久了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作秀的嫌疑。韩红爱心基金会的钱有一部分变成了管理层的报酬。民政部主办的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上有韩红基金会的薪酬前5位的信息，高管的年薪从24万一路涨到62万，涨幅259%。韩红这些年做慈善已经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就是好心人出钱，他站在前面当面子。所以请2000万北京爷们儿娘们儿走个面儿，就是照搬他的基金会的成功经验。可能他都没想到，最终会反噬到自己身上。都知道傅首尔面相，外表大辣辣，其实非常难搞，控制欲强，固执，以自我为中心，喜欢说教。韩红再瘦50斤也是这种面相。其实就像橘皮脸容易家暴一样，面相学背后都是由医学理论支撑的。傅首尔面相在医学上有个学名叫满月脸，面颊丰满圆润，皮下毛细血管清晰可见。
和满月脸伴随的是水牛背，肩颈背部脂肪堆积，给人一种肩膀高耸又厚的感觉。这些人往往四肢纤细，脂肪都堆积在脸和肚子上，医学名称向心性肥胖。而造成这种体态的原因是皮质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降低了血清素受体的敏感性。表现在外的症状就是自控能力缺失，除此之外还会导致焦虑、情绪阈值降低，易受外界刺激而产生急躁、攻击性等过激行为。更重要的是，部分高皮质醇个体会从冲突、压力环境中获得短暂情绪唤醒或者奖赏感，进而主动陷入负面环境，寻求多巴胺释放，形成一种高皮质醇导致多巴胺分泌，进而获得新快感，以至于主动追求压力，刺激更高皮质醇的恶性循环。因此你就能看到很多傅首尔面相的人容易情绪激动，认知低下，又喜欢找茬惹事。韩红虽然外表侠义，但生活中应该是个极度难搞、执拗且自我的人。记者从北京警方获悉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10分，歌手韩红开着一辆黑色路虎汽车开到了北京东城区南小街东四10条路口的时候，因为涉嫌挪用牌照被民警当场查获。而在调查当中，韩红承认了挪用牌照的违法事实。茶馆有个和事佬叫黄胖子，他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什么？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因为他的专长是调解纠纷，比如两群人准备打架，他跑去说几句，大家都会给他面子，一下子就能讲和。为什么大家给黄胖子面子呢？一是因为他黑白两道通吃，一般人惹不起；二是因为他慷慨，每次说和成了都要请大家吃烂肉面。打架的人见有台阶下，还能白吃碗面，所以也就见好就收了。我估计那面就叫走面儿。托赖韩红，走面儿这词儿我第一次听，我只知道敬酒的时候会说走一个，求人的时候会说给个面子，但这俩串一起没见过。走面这词儿，估计粤语区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个哥们儿第一次去香港旅游，发现菜单上有走牛肉、走鸡肉、走猪润，哥们儿以为是走地鸡、走地猪这种高档食材，斗胆勾了一个，发现价格竟然没有变，心中窃喜，于是就把所有走系列都勾了一遍，结果上来就一碗面，飘着4坨姜。后来才知道，粤语的走是去掉、不要的意思，走香菜就是不要香菜，走辣就是不要辣椒。哥们儿当时好险没把面勾上，不然就上一碗生姜水。行吧，学习了，下次点梅菜扣肉就上个空盘子。菜呢？没了。肉呢？扣了。这样总行了吧？其实含泪吃了一大碗汤面的哥们儿，结账的时候权且也可以大喊一声：服务员，走單。不對，在香港，我哋應該講正宗廣東話嘅 waiter 走單。韓紅也混過一陣子粵語區，和許志安在香港還有一段，所以走面人家可能說的是粵語，大家都別給我面子，估計我們都錯怪韓紅了。韓胖子學黃胖子，想做黑白通吃的大拿，要2000萬人走個面兒。他可能忘了，給面子這話，誰做東誰才有資格說。比如請您吃飯，我出錢，您能來，叫您給我面子。韓紅分逼不掏就想當大爺。觀眾不僅沒爛肉面吃，還要人掏錢，這賬都對不上。韓紅向來不是一個大方的人，卻要充大哥大，大姐大。算了，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自己掏钱包场给冯小刚送钱买电影票，也才包了2场，这还是他自己也参与制作的情况下，却要普通人买他的面子掏钱看电影。现场的所有媒体和观众一人1张电影票，其实没多钱。如果韩红能掏了这笔钱，不仅走面成功，这事儿还不会翻。但他却选择了用最省钱的方法，靠自己说2句软话，低个头鞠个躬，1分钱不掏就把事儿办了，怎么可能呢？这就像教师节，家长群里忽然有个家长说：马上就要过教师节了，老师教我们的孩子也很辛苦，我们大家一起凑钱给老师买个礼物吧。慷他人之慨，费别姓之财。你想真就机灵。要我说，韩红应该请卤蛋来给大家画电影票，1人画1张，这里子面子不都有了吗？老北京讲究理儿，更讲究分寸，面子这东西是别人敬你的，不能自己张口要。把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包装成今天的商业营销话术，把原来自愿的人情往来变成消费者的心理负担，口子开得太大，别人自然不会买账。电影好不好看是商品质量问题，买不买票是消费者的自由。张口闭口走个面儿，要我说，哎呦喂您嘞，咱没这交情，甭套这近乎，这叫一个地道。10年前，电影行业蓬勃发展，社会环境相对包容，经济环境也比较好。1张电影票，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大家可能就给你这面子了。现在不一样了，你以为的面子可能就是几十块钱的电影票，但如今几十块钱够普通人1天的饭钱，或者1星期的通勤费，凭什么呢？华谊破产了，刚子还能轻轻松松筹出来几亿拍电影，他在美国的豪宅甚至还升值了。他不会体会到普通人有多难，在他们的认知里，只觉得日子还挺好的。这么好的日子，连个50块都掏不起吗？百姓成穷鬼了，没油水可榨了。一个带几十万名表、开豪车的明星，让2000万节衣缩食的普通人给在美国住别墅的冯小刚掏钱，这无法自洽的逻辑触动了普通人最敏感的贫富差距的神经，冒犯了大家最朴素的善恶2元观念。黄仁勋在夜市包场插队和韩红让大家走面儿，都是贫与富之间的碰撞，本质上还是钱的底层逻辑。民众知道你有钱，也知道你不差钱，更知道自己没钱，这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根源是黄仁勋为了插队给前面排队的人 I buy everybody's. Can I get the first one? 大家非常愉快地买了他的面子，甚至以后说出去，黄仁勋还请我吃过一顿，这才有面儿。但是韩红是我给你面子，你别不识相，赶紧掏钱。咱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这里就要问一句，咱是谁？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北京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强力驱逐外来务工人员里，包括咱吗？北京孩子低分上大学，包括咱吗？你不能有好事儿就不带咱，吃亏的事儿就想着咱。另外，咱都有了，有啥了？一边收割大众的注意力和钱包，一边还要别人主动给你们走面儿，好像观众的掌声、关注、好评都是欠了你们似的，没这么欺负人的。拉拢豪绅交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3期分成。普通人的一条贱命，一点买菜钱，怎么谁都惦记？也是咱们太好骗了，傻子多的根本骗不完。
硬生生把张雪峰老师给累死了。这么多年，韩红接受公众的捐款，承接大众的善意，然后把这层光全都镀在了自己脸上，日积月累，真以为自己有了天大的面子，可以一呼百应。高手低手那得出手，不出手瞧不出高低来。说吧，文百还是武百呀？可惜这面子是靠大家的信任撑起来的，虽然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层面子有多脆弱。干个屁！你还找个老瘪茄子跟我这伸胳膊抬腿啊？干嘛呀？耍横啊！你可真够逗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吭声吗？因为我看着老瘪茄说话挺好玩的，有意思，我就当看耍猴了，你知道吗？啊，还文百、武百，百什么呀？你吓唬谁呢？要我说，还是刚子命硬，叫冯小刚不如叫冯钢炮算了。从玄学上来讲，他一定是命里有挡劫的。当年崔永元因为手机2硬杠他，结果范冰冰给他挡了劫，现在都流放到东南亚跑野台了。小钢炮却躲过了致命危机，票房扑街他首当其冲，但这一次是韩红给他挡了，他又给躲过去了。这老小子可以。事实上，讨厌韩红以及他的基金会的人很多，但就和鹅城的百姓不敢反抗黄四郎一样，韩红原本靠慈善累积的名声是他的护身符，导致讨厌他的人只能保持沉默。但是韩红因为这件事遭到了清算，相当于韩红自己把自己的黄四郎替身给当众斩了，讨厌他的人乘势而起，以致燎原之势。另外，韩红做慈善这事儿还要搞清楚一个概念问题，用自己的钱去帮助别人才叫慈善，而用别人的钱叫搞募捐，这俩不是一回事儿。他是筹集别人的钱，然后变成物资捐往灾区赈灾，准确说他是牵头人，而将他捧上神坛的是那些从柴米油盐里抠出零钱的普通人，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的私有财产捐给社会、个人或者其他机构，比如邵逸夫和古天乐。邵逸夫捐了很多图书馆，从1985年开始，邵逸夫通过自己的基金会向内地教育捐款已经超过了47.5亿港元。他的捐款全数来自于自己赚到的真金白银。他出生在积贫积弱的清末，认准了教育为立国之本，他最看重的就是教育，所以钱都投在了建学校、图书馆和科技楼上面。晚年更是把超过65亿港元的家财全部散了出去，连诺贝尔奖没有覆盖到的天文和数学领域，他都自掏腰包设立邵逸夫奖，鼓励全球科学家。古天乐从2008年起已经默默在内地偏远山区捐赠了超过133所学校，捐款全部走的是他个人账户，其中他拍的烂片应该贡献了不少。也不是他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名字，而是香港慈善机构的规定，个人的捐款项目必须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叫邵逸夫大楼或者古天乐学校的原因。汶川大地震后成立的古天乐慈善基金会仍然是古天乐个人出资，不接受大众捐款。我们所说的慈善其实应该是从富豪、老板、大企业那里募集资金，或者干脆自己出钱去帮助穷苦人，而不是从普通人牙缝里抠钱。普通人还是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好，与其把钱捐给看不见的地方，不如先照亮你眼前能摸得着的角落，实在、落地、看得见。普通人不靠名气赚钱，也没有必要用捐款争名气，省吃俭用攒下点钱，与其捐给基金会，帮高管从24万年薪涨到62万，不如少加半个小时班休养身体，带父母去体检、去旅游。如果实在要捐，就捐给身边有需要的人，比如快递小哥打赏，给环卫工人送个西瓜，给医院里焦虑的病人送个红包。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需要钱的人，
没有中间商赚走62万，也不会变成基金会豪车的一个车轮或者一个方向盘。爱心有时候就像你的孩子，他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去处，你才会安心。也许哪天有人会带着自家地里的西红柿来感谢你，告诉你他已经度过了难关。亲眼看到善款帮助了人，比朋友圈里晒捐款证书更有成就感。《红楼梦》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连吃带拿回了乡，置办了几亩薄田。第2年拿着田里产的瓜果蔬菜送到府里尝个鲜，来了一场顶级社交，用情绪价值换了更多的钱回去，日子过得殷实了。10多年后，他带着银子和凤姐的托孤遗愿，去瓜州赎出了被卖进窑子的乔姐，完成了慈善在他和荣国府之间最终极的良性闭环。这或许才是慈善本身的意义。我是小猪，谢谢观看，下期见哦，拜拜。